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今天要讲统计学谬误的下篇。上期重点复习，统计学一门伪科学，只能用来当做参考，不能视为真理。如果用来当做自己投资的依据，是非常危险的方法。黑天鹅这本书中有一个关于火鸡的故事。在火鸡饲养场里，有一只火鸡发现，每天上午9点，主人就会给它喂食。作为一个归纳主义者，他并不会马上做出结论，而是会不断的收集讯息，不断的做观察。最后他发现，不管是雨天还是晴天，星期一还是星期二，主人都会在9点来给他喂食。所以他的信心也在不断的增强，他相信自己肯定永远这么衣食无忧下去。但是到了第1000天，主人到了9点却没有给他喂食，而是直接把他给宰了，因为这一天是感恩节。人类是不是也有点像这只火鸡呢？一直喜欢总结自己观察到的各种规律，而技术分析就是基于统计学的原理。迷信过去的经验就能预测未来，在投资上应用统计学是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人们常常会用统计学归纳出荒谬的事情。只有搞懂现象的因果，才能更好地理解真相，才能够用规律揣摩未来。举一个贴切的例子，一些没什么接触女孩子的男生，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孩子，一直怀疑对方是不是也喜欢自己，拼命地寻找证据。今天女孩子对他笑了一下，昨天女孩子和他打了声招呼，前天晚上他给女孩子发消息，女孩子秒回，一个行为一个行为的归纳对方是喜欢自己的，然后积累到某一天表白，结果却惊讶地发现自己被发好人卡了。使用归纳法的诡异地方，就是在过程中你只会关注于你想要得到的结论，寻找相关例子和相关行为。就像你戴上了某种特殊材质的眼镜，那种眼镜只能看见一种颜色，让你在严重信息不对称中遭受毁灭性打击，一步步自我毁灭。研读历史很重要，但是我反对用数据去解释历史，应该用逻辑去串联历史。2022年底常常听到名嘴说1982年通膨导致美联储升息，最后股市崩盘，这样的剧本跟2022年一模一样，所以2023股市必定崩盘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看看这家伙的视频。经由这样简单的统计，就可以判定未来股市即将崩溃。这样的说法简直非常可笑。如果说过去有战争、石油危机、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膨，而现在有疫情、战争、大放水导致通膨，但是导致通膨的因素都逐渐缓和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通膨居高不下。这样的说法是用演绎法推导而来的，是相对可信的说法。人们不止迷信历史数据，还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。有这么一句成语，成败同源。2021年恒大的危机就是因为恒大坚信中国房价只涨不跌，在过去中国房价下跌的时候，恒大借债抄底，赌房市一定会反弹，结果大赚了一笔。但是在2016年，中国官方声明要打房，房市一度大幅下跌，恒大依然采用之前成功的经验，坚信房价永远上涨，再次借债抄底。结果没想到中国政府这次打房是玩真的，恒大最后亏了一屁股，被政府打房给打到趴在地上。在投资界可以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民国75到民国60年出生的人，成长于台湾刚刚解严后，在经济起飞的那一段日子成长工作，生活品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提升，所以经济上也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。在投资上特别乐观，也特别正能量，投资属性比较积极。民国75年到民国90年出生的人，父母是贫穷的一代，从小就被要求节俭，被灌输穷困的思维，长大后进入社会，立刻就遇到就业的冰河时期。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，2018年中美贸易战，2020年的疫情和2022的高通胀，这一代的人对未来普遍比较悲观。悲观的人在投资决策上会走向2个极端，其一是极度保守，其二是放手一搏。所以常常听到有年轻人滥用杠杆，交易虚拟货币，这些人赌一把希望能够翻身。而虚拟货币产业的兴盛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，社会上不少人批评这些愚蠢的年轻人
但是我们退一步仔细思考，带来混乱的世界是这些愚昧之徒，而创造愚昧之徒的，何尝又不是这个混乱的世界呢？回到统计学的话题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投资决策应该依靠什么呢？我觉得最好的做法依然是学习历史，不要把自己的见识局限于自己的经历中，同时要讲究逻辑，不要迷信数据。统计学只能用来当做参考，不能够取代逻辑。只有逻辑才能锁定事物变化的因果，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，解读历史的脉络、历史的因果，而不单单使用数据作为证据，这样才能称得上见往知来。现在的投资界正处于癫狂与偏执，傲慢的人类坚信未来掌握在手中，愚不可及地利用各种统计学方式预测未来，重视技术分析而不是基本面分析，利用技术分析看现行做交易决策，那只是依据统计学的原则做的判断，这完全将自己的傲慢与无知暴露无遗。这种人甚至不如哲学家伙计，但偏偏是这些技术分析的专家们受到市场的追捧与崇拜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的投资有一点帮助的话，请帮我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